很多人都知道台湾的勇虎坦克，其实台湾还有一款与勇虎齐名的 M24霞飞坦克。二战打响前，美国陆军的重型装备进展趋于停滞。尽管在1920年后，新的装甲作战理念被不断提出，乱成一锅粥的装甲部队仍然停滞不前。1939年后，改变了这一局面的人出现了，他就是美国装甲兵之父霞飞少将。在霞飞少将大致归拢了美军所有装甲部队以后，局势才明朗起来。当时的美军全军上下仅有400多辆仍停留在一战水平的骑兵战车，装甲甚至薄弱到无法阻挡100米内 7.62×63 全威力步枪弹的直射。在这些有着远见的高官极力推动下， M3 中型坦克、M3-5 斯图亚特轻型坦克、M2 轻型坦克等陆续展开研制。突尼斯一战，自诩久经沙场而不可一世的美国装甲兵们碰上了硬茬。第一装甲团装备着斯图亚特坦克的一个营，碰上了一个装备着4号坦克的德军坦克连，一场装甲对决迅速展开。此前竟是挑软柿子捏的美军突然发现，以往还能奏效的37毫米坦克炮在发射穿甲弹攻击4号坦克时，就像水枪滋上去一般。一场战斗下来，尽管成功逼退了德军坦克兵，美军也被打残了近2个满编坦克连。当时美军主要装备的是 M3 格兰特里中型坦克、M3 M5 斯图亚特轻型坦克，这3款坦克反而像是一战的产物。M3 格兰特里拥有一门射界极其狭窄的75毫米榴弹炮，主炮却是装在小炮塔上方的37毫米反坦克炮。M3 M5 斯图亚特的武器装备都相当孱弱，一门37毫米小水管，外加5挺用作补充的机枪。二战初期的美国履带式装甲式履带车辆，无非都是机动性较好的脆皮，而且机动性较好也不过是相对而言，汽油机的易燃性是很显而易见的。轻型坦克这条线更是令人感到无言以对。这些轻型坦克的装甲极薄，车体空间不大，却往往能在车体正面配备2挺航向机枪，炮塔内置1挺同轴机枪，顶置1挺高射机枪，而主装备却只是一门37毫米小水管。尽管前线有不少谢尔曼顶着，但为了伴随 M3 半履带车作战，美国陆军高层认为，在仍然需要保留一定量的轻型坦克，从而将谢尔曼集中到当时频频爆发的装甲对抗中。在这样的作战思路下，大量 M5 轻型坦克被迅速生产出来，却屡遭唾弃。它仍然延续了斯图亚特系列坦克的轻薄设计，尽管增大了炮塔容积，却仍保留37毫米坦克炮，无论是发射榴弹还是发射穿甲弹，威力都不够。针对斯图亚特系列的缺陷，美军高层意识到已经无法再坚持这个设计了，于是在1942年提出下一代轻型坦克的研制项目。通用公司凯迪拉克汽车分公司推出的是采用全新车体，保留37毫米火炮的 T7 轻型坦克，而后将37毫米坦克炮更换为57毫米坦克炮。结果在高层的干预下， T7 轻型坦克最终换上了 M3 75毫米坦克炮，体重完全超标，只好归入中型坦克的装备序列中。恰逢1942年，美军对谢尔曼坦克的数量要求骤然增加，直到1年后，美军才猛地回过头来，发起下一代轻型坦克的招标。时间的车轮已经悄悄地碾过了1943年，凯迪拉克汽车分公司才开始组建团队，开始设计 T24型轻型坦克，这便是 M24轻型坦克的雏形。为了将战斗权重控制在20吨以下，设计师们下了很大苦功。为尽可能地将防护做到最好，而不致使体重超标，设计师们增大了装甲的倾斜度，换用外形较为扁圆的铸造炮塔。而为了达到美国陆军高层要求的装备75毫米坦克炮，设计师们又把原计划用于 B-25G 重型火炮攻击机上的 M6 75毫米加农炮拿来，成功地设计了 M24坦克的炮塔。这门强大的坦克炮可以发射背帽穿甲弹和榴弹，弹药基数48发。发射背帽穿甲弹时，在500米距离上可以击穿92毫米的云制钢装甲，足以击穿当时德军的3号、4号坦克车体装甲和炮塔侧后装甲。再加上优良的机动性这一特色，一切努力没有白费。M24确实拥有了在实战中与德军主力装甲部队对抗的资本，不用再像前辈一样只能撤退了。
凯迪拉克的设计团队为其配备了2台44T24型 V8 汽油发动机，可以让 M24 在公路上跑出56公里的高速。为了适应车内空间变化，设计师选择了占用空间较少的手动变速箱。但考虑到战斗激烈可能会导致驾驶员昏迷、驾驶舱被击毁等情形，设计师还在机电员的位置上设计了另外一套操纵系统，2套驾驶装置和可以独立使用的2套动力系统，搭配合理的消防易爆装置、弹药架，让它拥有极高的战场生存率。1944年 M24 轻型坦克被送到大洋彼岸的欧洲战场。根据使用习惯， M24 坦克被命名为霞飞，以致敬曾为美国装甲兵做出良多贡献的霞飞将军。首批34辆 M24 坦克被编成2个装甲连，加入美国第2机械化骑兵群。不过 M24 也有局限，由于战斗权重仅18吨，炮塔正面装甲厚度仅有38毫米，屡屡被德军已经濒临淘汰的 PAK-37 反坦克炮击穿。车体侧面装甲、炮塔侧面装甲只有25毫米。德国制造的 13.2 毫米重机枪或是苏联造的 12.7 毫米重机枪等，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几率击穿。而到了战争后期，盟军攻入德国本土，拥有大量铁拳反坦克火箭筒的德军更是 M24 坦克车组的噩梦。这些新锐的坦克刚加入不久就得到了青睐。在突出部战役中， M24 坦克甚至还创下过把德军投入反攻的4号坦克击毁的记录，这在以前几乎想都不敢想。斯图亚特们只能创造机会逃离，霞飞却总是打出漂亮仗。值得一提的是，这些 M24 甚至还击毁过2辆虎式坦克。战斗发生在1945年2月25号，在这天，美军第4装甲团第1部在多尔玛根遭遇了2辆虎式坦克，一时间炮弹四飞，整个战场热闹的有如嘉年华。虎式坦克的炮塔转速慢，时常跟不上 M24 坦克，而 M24 坦克的炮弹飞到虎式身上，也只能凿出一个浅浅的坑。虎式坦克炮塔正面装甲厚达102毫米，炮塔正面装甲可能达到150毫米。很显然，使用 M6 75毫米坦克炮的 M24 轻型坦克是无法与虎式坦克正面对抗的，甚至极容易被虎式秒杀。使用 M24 击穿虎式的战力前所未有，而轻型坦克和重型坦克的对抗更是罕见。当然，虎式坦克并非铁针一块，尽管炮塔正面拥有150毫米云制钢装甲，炮塔侧面及后面其实只能布置82毫米装甲板。只要距离足够近， M24 坦克在理论上也确实可以击穿虎式坦克的侧面装甲。而虎式坦克的弹药架和油箱、动力系统之间距离并不算大，这是它的一大缺点。拥有绝佳机动性的 M24 坦克迅速机动，绕到德军虎式坦克的侧后面。尽管虎式坦克也在做机动动作规避并伺机发起攻击，但还是无力回天。转眼间 M24 发射出的炮弹击穿了虎式坦克的侧后装甲，金属摩擦产生的高温引燃了发动机油路、油箱。这辆虎式坦克失去了动力，瘫痪了，车组成员却仍然待在里面，用手动方向机缓缓转动着炮塔伺机反击。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大火无法扑灭，还往车厢里延伸，并点燃了弹药架，引发了弹药讯爆。与此同时，另一辆虎式坦克也被用类似的手段击毁，美军坦克兵大获全胜。这也成了二战历史上少之又少的轻型坦克击毁重型坦克的战例。该部队在参战盟军里名声大噪， M24 更是赢得了士兵们的好评。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凯迪拉克研究厂里，一系列变形车的研制迅速开展，安装推土铲、火箭发射器已经是常规操作了。在 M24 的底盘上还曾经派生出 M41型155毫米自行火炮、M37型105毫米自行火炮、M19型双联装40毫米自行高炮，甚至是安装4门无后坐力炮的 T21、T19型。根据野战防空需求，设计师也曾设计出 T77、T77E1 和 T91 3款适应不同防空任务的野战防空车。如果二战结束的晚一点， M24 恐怕还真能形成一个影响力不逊于 M4 谢尔曼坦克的大家族。除了战斗车辆，连以 M24 为底盘的装甲抢救车、弹药运输车等等战斧车辆都已经设计出来了。而随着欧洲战场的结束， M24 的生产工作也被停止，
只生产了4070辆。战后 M24 轻型坦克还作为唯一一款参战的轻型坦克，参加了1950年爆发的局部热战。在那场战争中，作为美军的侦察搜索主力坦克使用。由于作战环境多为山地， M24 的通过性远高于 M26 潘兴、M4 谢尔曼等坦克。尽管装甲薄弱，但它在面对对面作为主力的 T34、T85 中型坦克时也不落下风。就当时而言， M24 设计的精巧是无人能比的，无论是机动、防护还是火力，它都是二战轻型坦克里当之无愧的 No.1。但是拿数据做横向对比的话，它的综合性能并不比3号、4号、早期型等二战早期中型坦克差。这就是 M24 轻型坦克的传奇经历。自2月24号开战至今，俄乌双方军队都已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尤其引人注目的则是双方坦克的损失。有分析者认为，双方因各种原因折损的坦克数量甚至可能超过2700辆。另一方面，乌军使用的 TB-2 无人机却一度表现活跃，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纳卡战争中大量亚美尼亚坦克成为无人机猎物的一幕。自一战诞生以来，坦克一度成为改变陆战态势的决定性武器，对步兵部队一度形成绝对的降维打击。但所有武器都会迎来对应的克星。随着单兵反坦克武器的性能提升和普及，坦克的优势地位受到很大冲击。而近现代多次局部战争中，武装直升机和察打一体无人机从天而降的挑战，更催生了所谓的坦克无用论。近年来，英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又相继传出所谓数字化轻装时代改进的消息，其改制的核心之一就是几乎淘汰所有主战坦克。两个传统强国的举措似乎在证明坦克无用论是正确的。然而，放眼于目前军事技术发展、多兵种体系化建设以及中国面临的环境，就不难看出主战坦克依旧不可替代。从碾压优势到遭遇强势挑战，坦克和步兵的对决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战之初，陆地战场往往围绕鹤豪、铁丝网、碉堡和重机枪展开。由于当时的飞机很原始，炮击精度也很难保证，因此进攻方步兵往往会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然而，突然出现在索姆河战役中的原始坦克却迅速打破这种僵局。2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步兵都在单独遇到敌坦克时，都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巨大慌乱中。1940年，英法联军被德军以坦克集群为先导的闪电战打垮，英军专门向步兵部队发布了猎杀和摧毁坦克手册。提到步兵要想摧毁坦克，就需要超群的胆量和出色的素质，才可能在100到200米最危险距离区间幸存下来，并使用燃烧瓶、反坦克手雷等武器打击对方。但此类武器需要步兵接近到咫尺之遥，危险性几乎等于自杀。即便反坦克枪出现后，步兵的态势也不乐观，因为当时反坦克枪射击精度和威力相对有限，操作很麻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德军常见的坦克依旧只是3号和4号早期型这样防御力相对较低的型号，因此交战双方的步兵面对防御力、火力和机动性更新一代坦克时，无力感不难想象。可以说，步兵单独反坦克时，危险性几乎和徒步捕猎老虎一样。然而，巴祖卡一类火箭筒问世后，步兵终于改变了原先的脆弱地位，不但有效打击距离大幅提升，而且在机会适当时，还能利用地形对敌坦克部队带来毁灭性打击。1952年6月的古芝木里战斗中，志愿军反坦克分队曾以模仿巴祖卡的51式火箭筒，在1小时内摧毁美军6辆 M-46 中型坦克，自身仅轻伤2人。此战堪称步兵反坦克的经典案例。车臣战争中，俄军81摩步团这支卫国战争功勋部队在格罗茨尼遭到车臣匪军毁灭性打击，对方隐藏在建筑物高层的火箭筒等反装甲武器采取掐头去尾的打击，导致俄军车队瞬间损失惨重且动弹不得。面对对方从多个高度和角度的围攻，俄军坦克的薄弱点不断被击中，而该团的96辆步战车和31辆主战坦克不是被摧毁，就是被成员丢弃。武装直升机和察打一体无人机让坦克迎来寒冬。如果说步兵反坦克武器的升级和推广极大制约了坦克的陆战霸主地位，那么来自空中的挑战无疑让坦克的前途一度陷入低谷。海湾战争前的伊拉克军队实力不容小觑，特别是其陆军的坦克数量和质量十分可观，其技术水平甚至明显超过同期解放军。
战前曾有人分析，如果美军地面部队主力与之交战，可能至少伤亡10万人以上。然而真正的地面战却仅仅持续了100小时，近300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就摧毁了500多辆伊拉克坦克以及大量军车和火炮，甚至配合美军第3装甲师，在几小时内就几乎全歼了一个伊拉克共和国卫队装甲师。而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即可挂载16枚地狱火反坦克导弹，并可以同时控制其中多枚，以至于曾有一次7发7中7摧毁的空地打击案例。2020年爆发的纳卡战争在很多中国网友看来无异于菜鸡互啄，因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交战方的体量都太小了。然而土耳其拜卡公司的 TB-2 无人机及其搭载的以色列产哈尔巡飞弹却因这次低水平战争而迅速走红。据称这一组合在短短45天时间内就摧毁88辆坦克、51辆步兵战车和自行火炮在内的数百个目标。在俄乌战争中，俄军起初的快准狠打击一度使其占据了很大主动，乌空军几乎无所建树。但乌军从土耳其引入的 TB-2 无人机却成为乌军为数不多的还能有效打击俄军的武器。据称该无人机已先后摧毁2个机动防御系统、2门拖拽式榴弹炮以及10多辆军车。由于土耳其可能会继续提供 TB-2 给乌克兰，因此谁也无法保证俄军坦克不会遭到其猎杀。相对于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在保持攻击范围不对等的同时，成本更低廉，使用更便利，自然也更容易集体出动。而2次战争中大出风头的 TB-2 体量和载弹量有限，速度和航程也较低。同样的情况换成翼龙-2一类大型无人机，那么对方地面部队的损失还要大增。因此不少人再度表示，坦克也会和传统骑兵一样将迅速被淘汰。传统强国裁撤坦克的原因特殊，并无普遍代表性。2016年12月，英国检视防务周刊网站表示，英军将组建全新的打击旅，其建设核心就在于使用阿贾克斯步战车系列作战平台，逐渐取代原先的挑战者2主战坦克。而当时英军所有的主战坦克数量本就少得可怜，不但远低于中俄，甚至还不如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以致被讽刺为将军人数超过坦克装备数量。2020年8月，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陆军开始计划淘汰当时英军全部的227辆主战坦克和300辆武式步战车，这一裁撤规模几乎等于2个装甲师的兵力就此消失，甚至意味着英国陆军在某些方面甚至将被某些东南亚落后国家碾压。要知道，英国不但是坦克真正的起源之地，而且挑战者-2主战坦克曾有实战最远距离击杀记录，实战中几乎没有一辆被对方摧毁。无独有偶，2020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也提出要在未来10年内淘汰现役全部的450辆 M1 系列主战坦克及其运输单位，取而代之的则是海马斯自行火箭炮、多用途无人机及无人快艇。而与之对应的，则是美军海军陆战队近年来多次进行无人平台和隐身战机之间的快速行动演习。传统的重装作战单位登陆演习则越来越少。尽管英美两国无疑在不少军事技术领域和思维上有优势，但他们做出淘汰所有坦克的决定，也是其各自面临的特殊情况决定的。英国目前不但失去了大多数殖民地，而且其他战场也只是作为美军的跟班而出现。精锐且行动迅速的轻装步兵即可完成任务，而头号假想对手的实力也远无法和苏联相比，重装部队自然显得无用武之地。在英国看来，自己的首要任务是避免对方跨海登陆，而西欧防务自然有驻欧美军和其他北约成员国负责。就算这些队友都失败，且敌人有能力让重装部队登陆，自己的坦克部队也难以回天。这样一来，主战坦克自然只剩下象征性意义。考虑英国武器军售业绩不佳，因此现有的挑战者-2似乎也只有淘汰一条路。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认为 M1A2 主战坦克重量过大，即使 C-17 这样的大型运输机也只能运载1辆，此时其航程也明显降低，在海运时则只能依靠大型舰艇装载后，再通过2栖登陆艇运载到滩头。上述2种方式对付伊拉克或阿富汗级别的对手时没有问题，但美军未来的假想敌显然要强得多，甚至足以在陆战中彻底击败美军。美国海军陆战队认为自己未来的主战场会在西南太平洋方向的某个岛礁，这些岛礁本身就不适合主战坦克活动，因此主战坦克甚至难以有效进行岛屿纵深。
考虑对方的火力覆盖效率以及局部制空权，搭载主战坦克的美军登陆艇显然不会有机会从容地慢慢接近登陆场，因此那数百辆坦克无疑成了鸡肋，坦克的独特优势依旧不可替代。尽管每次局部战争后都会出现淘汰坦克的呼声，但即便在美军内，也有将领用实战案例证明坦克的作用不可替代。这些将领表示，如果美军没有主战坦克，就不可能在空中打击无法到达时打败伊拉克装甲部队，而当地游击队面对步战车和坦克时的表现也是完全不同的，而未来的对手在坦克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不可小觑。美军地面部队如果轻装过度，就会吃大亏，而坦克部队及其麾下单位以及坦克本身也在战争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战术水平。第4次中东战争时，埃及使用 AT-3 反坦克导弹重创以军装甲部队后，以色列迅速针对该导弹速度慢、尾焰大的弱点研发相应战术，并为本国坦克增设了爆炸反应装甲，由此极大降低了对方的命中率和破坏力，以至于以军坦克部队在第5次中东战争中再现神威。海湾战争后，有识之士认识到，这并非是坦克的问题，而是传统单一兵种思维的问题。随着便携式防空导弹、自行防空系统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普及，武装直升机即便打击范围远超坦克主炮，也很难在对方防空覆盖外从容对坦克群进行点名。时至今日，下一代主战坦克甚至可能发展成袖珍宙斯盾，进而具备反制对方直升机的能力。从这一点来看，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动物界捕食者和被捕食者之间的螺旋式进化，即一方提升后另一方对应升级，而非一方绝对会淘汰另一方。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